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在澳洲很闲的雅翰，感谢你今天点开我的频道。前阵子呢，有朋友问我，如果只有一天的话，阿德莱德可以去哪些地方？今天呢，我就要带大家来看看，如果只有一天的话，我们可以去阿德哪些地方 ？Let's go！ 在我身后这个地方呢，是阿德莱德的机场。不管是国内机场还是国际机场，都是从这里出来的哦，跟墨尔本还有雪梨、布里斯本不一样。首先呢，走出机场之后呢，我们会看到前面有几个区域。这里呢，你会看到有很多车子停在那里。这里呢是接送区。当你如果是跟朋友约的话呢，你就问朋友说：“你今天是在几号 ？A、B、C、D、E 哪个地方？”例如啊，像这里啊，这区就是 C 区。然后呢，继续往前走，过了电梯以后，还有 B 区，还有 A 区，再往前那里的地方。如果是租车的话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。对面这里穿进去有很多的租车公司，看看你的租车公司是不是在这里哦。那有些人呢是自己来旅行的，就要去寻找公车或者是计程车了。公车站呢，在穿越这个 Subway 还有公厕之后呢，继续往前走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往东那边走过去看看。今天我们走的是比较平民的路线，所以我们带大家一起来搭公车看看。公车站牌呢，在过了计程车跟租车站以后呢，继续往前直走。就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bus， 看到了吗？好 ，OK， 我们现在抵达公车站了，给大家看一下公车站长什么样子。在这里看到了没有？就是这一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在这边等公车吧。然后这里有一台机器啊，是跟大家讲说要怎么加值的，在这里干着步骤就可以加值了。但如果你今天没有卡的话呢，也可以使用直接用手机，也可以付车票钱。然后这里有一些的是车资不同的卡，有分普通卡、学生卡跟敬老卡这个样子。像我现在前面出现了一班公车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上面就是写去 Harbour Town 的。这个就不是我们今天要搭的公车，跟他 say goodbye 吧，拜拜。太好了，现在来了2台公车，我们看一下是往哪里的。欧棒应该是可以去 City 的，没错 ，City。那我们就搭上这台公车吧 ，Let's go。Hello，Good thank you。然后阿德的公车啊是要上车刷卡的，所以当上车的时候记得看一下这个记号 B。然后它就会自动扣款，这样，然后找个位置坐下来。由于澳洲的公车啊是不会报站名的，所以到哪一站都不知道。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认数字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会推荐大家要使用 Google Map。如果你真的就是很焦虑说想要坐到哪里的话，像我们现在要前往的地方是市区的 Roundel Mall， 然后就把它点开来看一下路线。那因为我们现在搭的应该是这一台，然后它就会 Google Map 会上面显示说，我们现在大概到哪里了，然后大概到第几站这样子。OK， 刚刚看 Google Map 说我们要到第3下车，很快的第3要到了。下车前呢要记得按 Stop， 然后在下车的时候呢不用再刷卡了。这一站很多人都要下车了。Thank you。好，跟司机 say goodbye 之后，我们下来看到的是 KFC 跟麦当劳，这了一个小小的food court。OK， 我们现在抵达阿德莱德市区了，那我们就继续往前走，先从这里开始走起 ，Let's go。首先呢，我们抵达了一条叫 James Place 的小巷弄，我们先往这里面走进去。这里呢有一间之前介绍过的100年糖果店，有兴趣的人可以进去看看，或者是看我之前第1集所做的阿德雷德的介绍，有关于这家糖果店的介绍，它长得非常的复古，非常的特别。这条巷子走到底就是 Myer 啦。Myer 是什么地方呢？澳洲有2大百货公司，第一个就是 Myer， 第二个就是 David Jones， 在这条路上呢2间都有。我们现在抵达的呢是 Roundel Mall， 就是阿德雷德最大的步行街购物中心。如果呢你今天想要逛纯城市的地方呢，那来这里准没错。不管是 Myer、David Jones 还是什么各式各样的流行名品呢，应该是说阿德有的流行名品啦。LV 那种东西不在这里。
那就欢迎来这里逛逛。这里呢是阿德雷德的4只小猪雕像。现在来跟大家介绍一些澳洲常见的店面，例如像是这个 Kmart 呢是澳洲很常的，卖衣服、食衣住行什么都有，然后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。然后这边是 Kiki 是本来是一个文具店，它里面有卖一些手账之类的东西、笔记本，然后都还蛮漂亮的，配色还蛮酷的。然后也有卖一些衣服跟宠物用品。加德满都。相信常常在登山或户外用品的人应该不意外，加德满都呢是好像是雪梨还是澳洲的一个特有品牌，然后专卖一些登山户外用品。接下来呢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书店，它叫 Dymonk。这间刚好在2楼，那它全澳都有连锁，因为这好像本来就是一个历史建筑物，所以它长得很特别。看到了没有？那个窗户，那个穹顶，哇塞！这还有作者在新书上架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边，左边是 Coles， 右边是沃沃斯，这是澳洲的2大超市。如果需要买菜的话，就去这里买。这一间是 Peter Alexander， 它也是澳洲的店，然后都卖一些很花俏的睡衣们，价格呢也还可以，经常在打折。前面这间是 Cotton On 呢，主要是卖澳洲的服饰们，价格都还蛮平价的。然后啊，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啊，是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，澳洲有2大百货公司，一个是 Myer， 另外一个是 David Jones。那 David Jones 就在这一栋里面。那这一栋总共有好几楼，然后有兴趣的人自己来逛啊。现在在我身后这个地方啊是 Regent Arcade， 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后走呢，这里有一个看起来很古老的，在喷水池后面的这个地方呢叫做 Adelaide Arcade。这2个地方呢也是阿德雷德的购物街，但是呢比较复古、比较古老一点，然后当然也有一些比较难以言喻的故事。如果对这些故事有兴趣的话呢，欢迎去看我之前介绍的第1集。这个地方呢是非常老的，上面写了140年历史的购物街，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来阿德雷德是一个必来的景点之一。那除了一些普通店面之外，当然也有一些回国礼品。就阿德雷德的回国礼品店不多，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过来看看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进到的是 Myer， 那它当然也跟 David Jones 一样有好几层楼，想要逛百货公司的人就自己来看看喽。然后这一间 Hess 巧克力是南澳洲有名的巧克力店，他们基本上都是手工巧克力，所以非常的漂亮。进来看一下。Oh, good, thank you. Oh, can I have a dark chocolate, please? You can. So it's 52%, which is our standard dark chocolate. Okay. Thank you very much. 进来还会有试吃。他们整家店都是纯手工的巧克力。如果 Roundel Mall 逛完你都还有体力的话，那我们就让我们前往下一条街。下一条街呢，它那边有3个博物馆，这3个博物馆呢都是可以逛上1天的哟。而且重点是，它们通通都是免费的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到的是阿德莱德的洲际博物馆。这个地方呢，特别的是它里面的藏书呢，至少都有100-200年的历史了。然后很多人都说长得像哈利波特的博物馆，因为那个感觉特别的氛围，特别的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Let's go。刚刚好像走错路口了，绕了一大圈，结果里面都不是，是一些旧书摊之类的地方。那我们现在换个路口，哎，看到了 State Library 在这里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们想去的那个哈利波特的 State Library 吧。Let's go。
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是隔壁那一栋建筑物，但我现在不确定，因为很久没有过来了。这里通不过去吗？难道不是这里 ？OK，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。大家可以看到我旁边这个告示牌，这边有没有看到 ？It's temperature for close， 因为他们里面的木工就是可能是木造的部分，然后要整修，不然的话，通常我们之前是从这里有一个门，然后可以直接进去的。但没有关系，我这里有一些我之前来的时候的影片跟照片跟大家分享，大家可以看看之前的影片跟照片。太可惜了，没有想到竟然遇上了木工整修工程。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还可以再去下一个博物馆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的是 State Library 旁边的 Museum。我觉得这个 Museum 呢也非常值得来一游，尤其是如果你今天有带小孩来的话呢，这里绝对可以杀得上你一天的时间，但要记得小心不要让小孩尖叫。OK， 在我后面这栋建筑物呢，就是阿德雷德的 Museum， 里面也蛮好逛的。如果下雨天的话，更是推荐这里。那么里面究竟长怎么样呢？让我们来进去瞧瞧吧。我每次都觉得进来 Museum 的时候，都觉得很好逛，因为每一个看起来都很酷炫，尤其跟柱子，看到了没有？哇塞，超屌的！然后里面的 shop， 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每次来这种博物馆的小卖部就会失心疯的。我就是那个人啊，我先承认。首先进来这里啊，一楼是世界的哺乳类，让我们来看看里面。这个世界的哺乳类走进来，全部都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标本。看起来不像是真的生物做出来的，但应该是1:1的，没有错。这边走进来看起来像是介绍 Aboriginal 的区域，然后因为南澳洲跟北领地很像，我们这边也有很多的 Aboriginal， 就是原住民，然后当然也保有他们的就是叫什么啊？有一个词我突然间忘记了，反正就是他们自己管理自治区。然后呢，所以相对的这边原住民的东西文化呢也保存得非常的好。例如像我后面这个长矛，看到了没有？哇塞，这真的超恐怖的。他们是用这个狩猎嘛，各式各样的长矛，然后还有这里独木舟，给大家看看。那一楼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主要是介绍世界的哺乳类还有原住民。那我们再往上去瞧瞧，看看2楼是什么东西。OK， 2楼要从一个很复古的楼梯走上去，这里有看到了非常漂亮的教堂窗户。来了阿德雷德之后啊，我发现很多这种窗户，然后我觉得超漂亮的，就像是教堂一样闪闪发亮。大家知道啊，在澳洲啊，我们旁边除了有纽西兰之外，然后中间还有很多的太平洋岛国，然后所以2楼这边主要是介绍一些太平洋岛国的生活用品们，大家可以看看，比如说像这个是所罗门群岛，然后他们的也是毛啊，然后一些船的用具们，超大的木雕有没有？看起来真的超酷的，很有那个原住民的感觉，但我不想被食人族吃。我们来看看，这边真的很多很奇妙的东西，像这个看起来也很酷，这个感觉很像那个以前他们打对战的时候的盾牌，好精致哦！这里全部都是他们的剑，还有弓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找到了非常难到达的 stair level 3。刚才有员工跟我讲说要走这个小楼梯才找得到，这个门也太难找了吧！而且这个门怎么一点都不豪华？难道是我走错门了吗 ？OK， 然后我们现在走到了 level 3。level 3这边呢，看起来也是在介绍原住民的一些东西，也蛮酷的。我们带大家来看看，这些都是木雕，还蛮特别的。如果有机会去南澳洲的内陆或者是北领地的时候，可以买到很多类似这样的东西。然后这边是原住民们有名的点点画，这边澳洲的原住民啊，非常喜欢的用点点来表现一些事情。有时候让我不禁想到，草间弥生是跟他们学习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另外一区是 Discovery Center， 这边比较多是化石，例如这是150亿年前的恐龙化石。但很可惜的是，今天是周一，所以没有开。不过我们可以透过窗户给大家看一下里面大概长怎么样子。
有兴趣的话可以过来看看。刚才1楼是原住民，然后还有世界的哺乳类，然后2楼呢是太平洋岛国，然后3楼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原住民，然后还有 Discovery Center 化石等等。那4楼来看看会出现什么呢 ？OK， 4楼的东西呢，感觉比较偏向河里、海里的东西。再介绍南澳洲这边的海生物、水生物等等。哦，这个是南澳洲很有名的海龙，夜海龙，在 Rugby Bay 那边有时候会有团，然后他们会一起潜水去看。走的脚有点酸了，但突然间发现上面好像有一层楼，我们来看看上面那层楼是什么。看着旁边，我突然间有点疑惑，我不知道有没有看错，但是给大家看看为什么我那么疑惑的表情好了。这是动森里面的 Rosetta Stone 吗？在阿德莱德住这么久，我现在非常的惊讶，因为我没有想过阿德莱德的博物馆里面竟然有埃及区木乃伊。这个红红的颜色就是传说中的木乃伊红吗？不知道这是不是常设展？但既然壁画都画上去了，那我觉得应该是常设展了。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过来看看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我觉得很酷。好，我们前往下一区，不要打搅这一些故人。刚刚那一区是木乃伊。这一区突然间很跳痛的跳到了海洋区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集东西的兴趣，但我的兴趣之一呢是收集 OPPO 化石。前面这一串呢就是我很有兴趣的东西之一。这一串呢是鱼龙，没错，就是侏罗纪公园里面那个鱼龙，它的脊椎骨。由于在澳洲的地理环境影响，它已经变成了一颗一颗的 OPPO 化石了。全部都是蛤蟆们，这边也是 OPPO 画的各种鱿鱼啊，或是墨鱼的中间那个管管。OK， 我们现在逛完了 Museum， 时间大概是2个小时。Museum 呢，我觉得还蛮值得过来看下的。如果你今天来了阿德不知道干什么的话，这里的确是一个好去处，尤其是天气热想要吹冷气，或是下雨想要躲雨的时候，真的强烈推荐。这边的1楼呢，刚才看到的是世界的哺乳类以及 Aboriginal， 然后2楼呢也有部分的 Aboriginal， 还有一些太平洋的岛民，然后3楼呢是 Discovery Center 介绍化石，那4楼呢我们刚才有看到了埃及展，然后以及一些矿物等等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特别的啦。如果有兴趣的话呢，一定要过来看看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前往下一站 ，Let's go。前往的下一站是艺廊，艺廊呢就在 Museum 的隔壁，在哪里嘞？这里真的很酷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条路上的建筑物真的都很漂亮。这就是阿德莱德，跟其他城市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真的很欧洲，这里只有5%是华人，然后其他大部分呢都是欧洲来的移民，所以我觉得很特别。OK， 基岛艺廊啊，或者是 Museum 这种地方呢，当然就是要先从小卖店开始看起啦。不过这间小卖店不愧是艺廊的小卖店，看起来非常的艺术，童书、茶杯，还有很可爱的云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饰品们，看起来非常的艺术。OK， 那我们继续往上走。刚才工作人员跟我讲说不能带包包进来，然后这里也不能用自拍棒，所以我可能要必须去寄放包包了。然后里面好像也不大能拍照，所以就带大家看一下外面，晃了一下好了。当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过来。依照我之前经验呢，这边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可以看完这样子。OK， 我们刚刚逛完了艺廊，逛完了 Museum， 然后也逛完了阿德雷德的购物区之后，如果还有体力的话，一起跟我前往下一站。下一站是哪里呢？阿德雷德 Chinatown， 还有 Central Market。Let's go！
OK， 走了这么久啊，我相信你跟我一样脚都开始有点酸了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要去搭一个免费的交通工具。说是免费呢，有一点不恰当，应该是说，因为你知道阿德雷德4边是公园，然后在这个公园的界限里面呢，搭 Light Rail 都不用钱的。那究竟要怎么走呢？跟我一起去 ，Let's go。首先呢，如果要搭叮叮前往 Central Market 呢，那我们要先回到 Rondo Mall 刚才的 Hess 巧克力这边，然后在它旁边这边就有一站叮叮站，然后我们可以搭着这个，然后直接前往 Central Market， 就不用走那么久了，脚很酸。OK， 搭叮叮的时候啊，有一件事情要注意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这边有个时刻表，往南边跟往北边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应该是要往南边的，所以还有2分钟来这样子。往北边的话，就会去 Royal Adelaide Hospital 了，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哦，大家要注意。OK， 太好了，叮叮来了，就是这一班。然后到的时候也很简单，大家看到这里有一个按钮没有 ？button， 没错，要按它，然后门就会打开来，等里面的人先下车。然后我们再上车，它是每一站都会停的，所以不用特别的去按它。按钮，然后就可以走下来了。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前往 Chinatown 还有 Central Market 吧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我们现在终于抵达 Central Market 了。OK， 那我这边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，Central Market 周一是没有开的，所以如果是周一来的朋友们的话呢，就略过这个点吧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看 Central Market 今天有什么东西。Let's go。不过说真的，我每次都对门口这家肉店啊有很大的问号，因为它真的就是大名鼎鼎写的屠户，这也太直白了吧。OK， 我们今天终于抵达了今天的最后一站阿德雷德的唐人街哦，走路走的脚好酸哦。在这边友善的提醒，如果是要去农场的伙伴啊，然后要在补货之前的话，可以先去唐人街这边有时代超市、香港超市、万家超市、裕基超市，这边有4家亚超，然后可以补到不少的亚洲、中国台湾之类的一些产品。那唐人街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一起进去走走看看吧 ，Let's go。说到唐人街，当然少不了饮料店啦。从这边开始，茶太、酸奶菌、贡茶、Coco， 后面还有周杰伦奶茶店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一点点，他们中国叫一点点，然后我们是叫五十兰。不过这边的一点点是盗版的啦，喝起来跟五十兰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还好，还可以接受。那除了饮料店之外啊，还有豪大大鸡排。然后如果大家想吃中餐的话，水饺啊，然后或者是海南鸡啊，应有尽有。而且啊，我觉得阿德莱德Chinatown最有趣的一点是，我不知道这边的人是多爱吃兰州拉面。兰州拉面有点像是我们台湾的牛肉面，但是是清炖的那一种。短短的一个唐人街里面，竟然有3家的兰州拉面，有人号称这里叫什么兰州拉面一条街，我个人是觉得还蛮 surprise 的啊。好啦，那这集差不多就到这里结束了。今天下了飞机，然后我们搭了公车到了 London Street， 然后逛了一圈之后呢，我们到了没有开的图书馆，然后还去了 museum， 然后还去了伊朗，最后我们到了 Central Market 以及唐人街。不知道你觉得这样子一日游够不够充实，感觉如何呢？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留言还有订阅，我会很感谢你的，让大数据知道我不是只有一个人自言自语。如果还想去阿德的什么地方，请欢迎留言给我，我去帮你踩点，帮你看路。那么就这样子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Welcome to Australia.